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敏。我们节目一开始，先欢迎我们的到场来宾，前立委孙大千委员。大家好。前成功级舰长黄镇辉舰长。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彭华干哥。思敏好，大家好。好，观众朋友，今天中东情势，我们要赶快来看到的是美军的乌代德基地最新消息被炸了哦。那么以色列防空神话真的破功了吗？今天会来做关注。另外，现在伊朗的最新战术被指出使用的就是叫做千刀万剐的一个战术，慢慢的放血，美国霸权撑得住吗？今天节目我们特别来做关注3个火线话题，今天我们请来宾会帮我们来特别做关注的。首先第一个，美军现在中东最核心的乌代德空军基地也被击中了，以色列的防空神话破功了吗？再来要关心到是伊朗这一回打的叫做千刀万剐的一个消耗战，美国会不会被放血到虚脱？最后今天也会来关心了，现在呢，川普这边的弹药虽然他嘴上喊说是无限的，但是盟友不管是日本、韩国等等国家都已经开始做焦虑了，亚洲会不会因为川普去帮了中东而被暂时放空呢？今天就有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的来做关心。好，赶快来看到这是最新的震撼消息哦，就是刚刚我们特别提到的美军的在中东最大的战略枢纽卡达的乌代德空军基地遭到伊朗的飞弹给击中了，位置来看到我们的地理位置地图上面，这个地方就是卡达的乌代德空军基地了。那么我们也来看到，目前正在伊朗的这个攻击方面，已经造成了27个美军基地。以军的总司令部都遭到袭击了。当中我们来看到一些比较重要的美军基地，不管是在科威特的或者是巴林的这个拥有美国的海军第5舰队的这个空军基地，还有卡达跟在阿联的空军基地，目前都是在被袭击的哦。那么更难堪的是，我们也要来看到，包括了美国驻科威特的使馆，还有在利雅得的大使馆也遭到伊朗无人机给袭击了，几乎都是全面被命中的。美军的防空系统难道真的出现了裂缝吗？还是伊朗它真的已经找到了突破美国防御的一个战术密码？委员怎么解读？所谓的美国的防空系统，它本来就不可能是100%的这个拦截成功的哦，所以就是一个几率的问题了。哪怕它能够拦截到85%就已经很了不起了，就算能够拦截到90%，这代表还有10%可能会击中哦。所以呢，在这个情况之下，当然对美国所有在波斯湾地区在周边的这些机构啦、基地来讲哦，它绝对不可能因为有防空系统就100%的安全哦，包含以色列也是如此。那么其实这一场这个中东的大战哦，就是当这个美国跟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几乎是灭国战争的时候，某种程度来说，美国就陷入了另外一个绞肉机里了。就美国过去曾经把乌克兰俄乌战争当作了俄罗斯的绞肉机，他希望借着俄乌战争来削弱这个俄罗斯的国力哦，削弱俄罗斯的军力，影响他的财力哦。但是这一次，美国莫名其妙的这个被以色列牵入了这一场这个伊朗的灭国之战的时候，美国自己就陷入这场战争了。所以现在我们大家都在看的，大家在算的，就是你美国还剩下多少飞弹呢？你还防空系统还能不能够这个补给得上哦？包含你美国现在的这个轰炸的炸弹也好，你的这个相关的什么战斧飞弹也好，你到底还剩多少？就美国如果真的像这个川普讲的，他取之不尽用之不竭，那他欠我们台湾的飞弹早就该给我们了，怎么到现在也没给我们呢？更重要的是说，你光到今天你就会发现说，甚至连波斯湾的国家都出来这个对美国有维持了，他就说我的防空系统的飞弹已经快用完了，你怎么都不补给呢？你该补上来的你为什么都不补上来？所以显然看起来。美国自己的这个口袋没有像川普讲的这么深了。那当然，川普走夜路吹口哨，他总是要胡乱一下的。但是问题是实际上看起来，美国并没有这样的能力。那你更不要讲说所谓的防空系统，你是3枚打1枚啊，就3枚这个爱国者飞弹，你要拦截下来1枚啊。那3枚爱国者飞弹是多少钱啊？然后你看到这个伊朗这一次采用的这个战略，你说千刀万剐也好，你说慢火细蹲也好。他第一时间所出手的大部分都是无人机耶，他不见得是这么快就把他导弹全部打完了。你看到很多地方都是以无人机来担纲的，对伊朗来讲，他的无人机可能比他的导弹飞弹更多哦。那么用相对来说比较廉价的
这个攻击的武器哦，去消耗掉美国跟他这个美国的基地使馆，还有这些周边的这个美国的这些盟友们他们的防空系统的飞弹，这对伊朗来说是一个聪明之举啊。那另外一点，当然外界也有解释说，伊朗没有打算一开始下死手啊，他只是想让美国知道说，这样的战争打下去对彼此都不利哦。他希望美国能够停止下来。也就是说，你如果看到现在伊朗所使用的相关的武器还没有用到我们现在不断的在点名的那些相对来说比较高端的、比较精密的、比较这个准确的武器，那也就是说。如果伊朗采取这样的步骤属实的话，那当然在这段过程当中，他用相对低阶的武器去消耗了美国高阶的防空飞弹，然后等时间到了、时机到了，他再拿他的高阶的武器来清理战场哦。那么那个时候，美国可能就是吃不了兜着走的。所以其实美国在这一场战争里头，莫名其妙的把自己陷入了一个绞肉机里头了。接下来你就要看美国的军力、美国的财力，然后如果连美国还要打地面战的话，那就是美国的人力，通通都要一起消耗在这场战场里。对，所以看起来这场战争接下来会进行的就是一场比较长期的消耗战。其实这也是伊朗他自己的策略。伊朗这次祭出的策略，就刚刚我们提到，就叫做千刀万剐的一个消耗战。其实这个消耗战是美国他在中东经营30多年来第一次碰到这种比较高密度，接下来的一个长时间的消耗战。这个伊朗使用的方式就是一开始，刚刚委员也帮我们特别提到，一开始他就先祭出这些成本比较低的，不管是无人机啊、火炮或者是这个飞弹，先做发射，消耗对手的一些拦截的库存之后，再发射一些比较高价的武器，或者是甚至现在传出是不是使用高超音速武器等等。那经济学人是这样形容的，他说这个叫做用法拉利去拦电动自行车。现在以色列它寄出的这个防空的武器，不管是爱国者、萨德跟剑士3型，拦截率以色列说可以到达90%，但是呢，这个消耗量还有包括这个成本，我们现在也把数据调出来看，真的是差的非常多。刚刚特别讲到的这个伊朗所使用的无人机，一架大概成本是落在2到5万美元，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拦截的成本，以色列的方面必须花费400万美元，对于以色列来说，其实压力非常大的。更不要说现在伊朗手中还有统计起来大概2500枚的弹道飞弹跟数万台的见证者无人机。外媒直接做了一个预估，接下来美国还要消耗多少钱呢？因为第一天的轰炸就烧掉了7.79亿美元，换算新台币247亿元，每小时等于1小时就烧掉了新台币大概10亿元左右。所以总个行动加起来，现在外媒估算美军会消耗的经费高达了6.67兆元，千刀万剐的这个伊朗所使用的这个消耗型的战术，是不是真的能够奏效？美国、以色列挡得住吗？舰长又怎么看？如果我今天是伊朗的决策者，我是高层我要打这场战争的时候，所有要讲我要怎么打这场战争它一定是以己之长，我有什么长处，攻彼之短，它的什么是短处？那以伊朗跟美国这两个国家比，我很快的跟你比一下，你就会知道这两个国家在这场战争他们各有什么长处短处。美国当然是一个很厉害的国家，武器啊、精良啊，他说到很多那是他讲，好吧？但是呢，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记住民主国家，越是民主国家的叫做集体战斗意志，其实是越差的。你去看，好比说北韩打仗，谁会反抗？谁会说不要？谁会去街上游行说这个反对金正恩？不可能的。但美国会，美国打越战打到后来，你看全国都在那里，就是反战，对不对？所以美国这种国家他第一个选民要检验，第二个他不耐久打，一打久人民就抱怨了，而且你不能死人，你一死人，你看哇，那个媒体在做报道，这个东西给他出殡什么的，大家看到都会觉得。我们美国人为什么要到那里去打仗？为什么要死掉？可是各位，伊朗呢？他是神学政权，他是靠信仰。我告诉你，他一点都不怕死。他今天这场战争，如果说明天告诉你说他们总共死了大概15000人，你认为底下会有很多人站出来反战吗？在伊朗不可能，他们反而会激起一股仇恨，我们要跟美国去拼了。所以你知道这两个东西的第一个就是差在这里，就是伊朗不怕牺牲，美国怕。因为美国要选举，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美国是千里迢迢而来，大兵，哪有一天要耗多少油啊？
伊朗呢就在我家自家的院子，所以呢，只要拖，美国就一定败，因为你要支撑多少？那我呢，我就在原地啊，我就在那里等着，慢慢的跟你耗。所以你知道，伊朗一定是采取了一个，就是我跟你耗下去。然后第三个，你知道，这个弹药你可以很明确的知道，美国是绝对不够的。为什么？因为美国刚经历俄乌，它提供多少弹药？那以巴的冲突，那它提供的是更多的弹药。这些弹药不是说，现在我缺很多弹药，那这样子好了，你是弹药生产商、飞弹生产商，你加开一个这个生产线好不好？他怎么加开生产线？我今天加开一个生产线，你这边要投资多少钱？投资完毕之后，这场战争打完了，那我加开生产线弹药卖给谁？他们想得很远，所以不是说你说，我要紧急加班加生产线就能加生产，它的量就是这么的大。那美国已经经历太多的这个消耗了，然后大家也应该知道为什么最近我们的军售一直延宕，你知道吗？因为就美国的立场而言，他永远以他自己的国家利益为第一优先。对，你台湾啊排在后面。如果日本打起来，日本又排在你台湾前面，因为他那里有好多的美军啊。韩国打起来也在你前面，菲律宾打起来也在我们台湾前面，因为菲律宾也有8个9个美军基地。台湾有没有美军基地？没有，所以你的排序是很后面的。当我们的生产是足够的时候，而且都不知道该卖到哪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就会送到台湾去了。所以你去催他也没有用。对他而言，我先看看我自己的国家利益，你知道，这是一个，就有时候你去抱怨美国，你知道，你不要抱怨他，对，因为他的国家利益有一个排序，台湾不在这个排序的前面。对，就是因为美国现在针对这个中东的战事，他心里面有一个排序盘算，所以我们看到现在日韩也都很紧张。就如舰长刚刚帮我们看到的，日韩都在抱怨说，那你美国现在都把你的不管是飞弹或者是你的舰队都转到中东去了，那接下来我们怎么办？这是来自于日韩的最新说法。日本的国会南韩都已经开始焦虑了。那川普是这样说的，他说大家不要担心哦，我们美国呢这个弹药几乎是无限的，可以永远的打下去，立刻说完就遭到美国国会的打脸。美国智库的打脸，美国智库直接的做警告。他怎么说呢？他说，美国我们这边在拦截的弹药方面消耗的速度是远高于补充的速度的，而且呢，海基的战斧巡弋飞弹已经被大量的使用，产能的补充还要好几年的时间呐。官员还私下的坦言说，光是过去几天就消耗掉数年的一个产量。那接下来怎么办呢？川普他说这些话，到底是在吹牛，还是在稳定军心呢？那干哥又怎么看？2次海湾战争，你知道美国打掉多少战斧巡弋飞弹 ？BGM-109是美国远征最重要的前行攻击武器，总共打掉1000枚。你知道搞了多久才补回来吗？10年。因为为什么？因为它不是战舰，它不是战机，它的优先项目是在第2、第3、第4后面的，所以打掉这些飞弹之后，这是美国最先进的飞弹，那怎么办？慢慢生产回来，加上美国又不景气，好不容易才补回来，这次你看一打，又打得快光了。我坦白讲一句，不是美国没有钱能够生产，而是它已经没有那样的工业能量。如果交给中国来做的话，很快1个月就可以补齐了，但是问题是美国没有这些熟练工人，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我再讲一个小故事，就是说在越战高峰的时期，1968年那个时候，你知道吗？美国派驻在越南的战斗机不够了，从哪里调？从台湾调。台湾调什么？调 F5自由斗士式，先去补越南战场。为什么？因为这飞机小轻，可以对地攻击越共，所以叫我们赶快先借20架过去。我说我们台湾怎么没有随便借你飞机？开玩笑，我们面对的是对岸的敌人，是中国大陆那更大的那个敌人。然后美国说没关系，这一趟打完之后，我就给你更好的 F51比 F5A 还要好。结果你知道，我们就真的美国是大哥，我们就真的借了20架给他，没有还过啊。没有还以后也就算了，过了5年我们才拿回来，为什么？我们现在还让台湾来生产。我跟你讲，美国的承诺是没有办法，你没有办法去预算跟估量的，它到底能不能够让你觉得说，我这个交易是什么？是划算的？你不知道，所以日本跟韩国现在最害怕
为什么？眼睁睁看你美国就已经打成那样了，那等一下你就会从亚洲掉啊。亚洲第一个掉的是谁？韩国庆尚北道的那个爱国者飞弹，走什么？走去赫姆兹海峡。对。然后呢，那个卡达的那个萨德防御系统快打光了，来，一样也是由韩国的那个萨德防御系统来补充。从美国运来太慢了，我跟你讲，韩国会吓死。日本呢？好，日本的前沿基地、冲绳的基地，他们那边的防空飞弹也要往中东去调。我跟你讲，日本跟韩国是绝对不会答应的啦，说不定到时候还动脑筋动到台湾身上来。难怪我们现在最近股市会大跌。好，我最后讲一个什么？讲一个，我告诉各位，爱国者飞弹刚刚讲的一枚400万美金，去打那个5万美金的见证者无人机，你觉得划算吗？我告诉你，美国还是在这样打，为什么？因为他只在他的战略的守则里面去做他觉得正确的事情。所以我可以告诉各位，那个叫不对称战争，有钱人才打得起来。川普你在大话，我看你什么时候就会发现说，哇，库存光了，没得打，要用什么方法呢？核子武器吗？不可能嘛，看你怎么下台阶。好，谢谢干哥，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哈米尼最高领导人刚死，我们要来看到这个战火现在全面升级了，会由他的次子世袭来接班吗？另外，现在伊朗寄出的最新公式叫做这个去中心化的马赛克防御，也就是说分散的在总共是31个战区之外。31个战区之内来开火，现在被解读是这个光脚的不怕穿鞋的美国以色列接下来打得住这一场长期的消耗战吗？我们今天会一起来做关心。其实呢，在哈米尼最高领袖他身亡之后不到数小时的时间而已，我们看到德黑兰是立刻宣布了要成立一个3人的临时领导委员会。好，这委员会其中的一个成员之一，他就这样出来做宣誓了。他说：好，确实哈米尼已经逝世了，但是呢，接下来这场战争我们会持续的依照哈米尼当初的设计，优雅的进行下去。那现在看呢，要进行下去，总要有一个领导人吧？现在传出来最高的领袖就会是哈米尼的次子了，这位是穆杰塔巴。穆杰塔巴，观众朋友可能比较不熟悉，我们稍微来了解一下。长期呢，他奉行的是跟哈米尼一样的一个保守派的路线，是比较强硬的，而且呢，他跟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关系非常的密切。过去他曾经打过2伊战争，现在更是伊朗的民兵组织巴斯基的重要的指挥官。那么接下来伊朗会实施怎么样的策略呢？其实就是针对美国跟以色列施压。那么怎么样施压呢？就是对全球持续的做这种经济上面的勒索跟施压，让美国跟以色列感到压力。但是有没有效？我们来看到伊朗最近做了哪一些动作？用无人机轰炸在中东卡达的天然气设施，还有沙国最大的炼油厂，荷姆兹海峡也被封锁停滞，油价现在一口气已经暴冲了70%这么大的一个幅度。另外，在多个地方的机场跟港口都遭到袭击，在阿联、在科威特、伊拉克等等，我们最近几天都有提到，包括了美军基地，有多个美军基地都遭到袭击。那另外一方面呢，伊朗最新也采取了最新的攻势，这个攻势叫做马赛克防御，也就是一种去中心化的方式。伊朗把他的军队拆分为31个战区，每个战区呢就有自己独立的一个领导人，他们就再也没有一个所谓的统一的中央命令的一个方法了。这些领导人在31个战区自己来决定说，我什么时候要做攻击，我的目标是谁，我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做攻击。这样子的好处呢，我们来看到伊朗的外长怎么说。他说，就是因为在过去20年之间，我们伊朗长期在研究美军的失败案例，他认为就是这种去中心化马赛克防御的体系，才能让伊朗胜利，来决定战争到底何时，还有如何来做结束。节目一开始要特别请教委员怎么看了这个伊朗的次子，也就是这一位强硬派的穆杰塔巴上尉，这是伊朗神权世袭化，还是接下来会跟革命卫队的接管有关系？他会如何带领伊朗的前景？会强硬的继续跟美以之间来做抗衡吗？那委员怎么看？
美国跟以色列这一次的发动战争哦，他们原本最津津乐道的是他们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把伊朗的这个从哈米尼以下的40个可能接班的人一次把它歼灭掉了。他认为这是外科手术式的这个非常经典的一个操作模式。但是当这件事情从第一天被他们认为说这是一个值得炫耀哦，值得这个拿来作为教科书教材的一个模式的时候，随着战争的发展，他们逐渐发现他们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了。犯了什么样的错误呢？他把哈米尼跟哈米尼以下所有可能接班的排序一个一个都同时把它这个猎杀掉之后呢，马上就陷入了另外一个困境了。第一个困境，川普不断的呼喊说大家要起来推翻神权政权。可是哈米已经死了，要推翻谁呢？你要推翻总要有个人可以去推翻吧，没有个人啦。哦，哈米都已经挂了，然后呢下面死掉了一大挂人，那到底你要这群人去推翻谁呢？这是第一个问题，找不到人推翻了。然后第二，川普不断的在喊说呢，我们要跟这个接班人来谈判。好了，接班人已经全面都被你团灭掉了，到底哪一个是接班人呢？美国大概也搞不太清楚了。他在处理委内瑞拉的时候，他至少还知道那个第2号人物，然后他至少还能够私下的跟第2号人物有一些互动跟默契。他现在没有了，他现在整个伊朗是一片的真空状态，他根本摸不清楚到底接下来这个40几个人被猎杀之后，那排名接下来那第50个究竟是谁呢？他可能都搞不太清楚。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也找不到人谈判呢。所以你就会看到川普不断的喊谈判，然后呢喊到最后他自己干脆回过头来讲说，现在谈判已经太晚了啊，我已经把你们都空军跟海军都消灭了，现在不要再来谈判。可事实上我在讲的是根本没有人要去找他谈判的，因为全部上面的人都被团灭掉了，谁能够有资格去谈判呢？好，这是他犯的第2个错。第3个问题是，他把哈米尼变成烈士啊。就你本来还可以讲哈米尼的什么政权有各式各样的贪腐问题现在不得了了，哈米尼连他的家人在那一场猎杀里头都牺牲掉了。你不是只杀哈米尼一个人，你杀了他的孙女，杀了他媳妇，杀了他周边一大家子人。哈米尼现在变成了这个殉教者了，不管是他真的有没有真的想要殉教，但是他就变成殉教者了。那这个对整个这个伊朗的这个明星来说，那就提升到另外一个阶段了。就像刚才舰长讲的，你现在把我们原本也许大家还有人在批评他的人，你现在把他猎杀掉了，而且用这么残忍的方式猎杀，那你现在举伊朗全国，现在谁还敢站出来骂哈米尼呢？谁还敢站出来说我要去推翻他？那个人已经为了伊朗全家都已经被美国团灭掉了。那也正因为如此，他的2儿子这个穆杰塔巴在这一次的上位，其实原本引起了外界很多的这个讨论。因为各位知道，伊朗的神权体制当时推翻了巴勒维王朝的时候，他们就是要打破封建，他们就是反对世袭就没有什么父子子继的这种道理对，所以伊朗的神权政权从来不来这一套的。但是当我这次看到连穆杰塔巴都要上位的时候，这代表什么？这代表说美国把哈米尼变成了烈士，在这个烈士的情况之下，穆杰塔巴当时因为身体的因素，可能曾经被哈米尼排除在接班梯队之外，所以反而保全了他。那现在变成革命卫队跟他结合在一起了，居然能够这个推翻掉过去在这个神权体制里头说不世袭这样的一个默契扶植这个穆杰塔巴上位，这就代表说他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这个神权体制的这个正当性了，因为他整家人通通都被团灭掉了，他就是一个牺牲者，最后幸存下来的人。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再看到说穆杰塔巴曾经打过2伊战争，他现在是民兵组织的指挥官，他跟革命卫队的这个关系非常的密切。那么美国这次恐怕就会碰到了一个烫手山芋了。美国这次碰到了一颗硬石头了，不是一个软柿子了。因为穆杰塔巴他不仅仅只是神权的人员而已了，他不仅是有神权人员的光环，因为他的父亲，因为他的家族，他现在还加上跟革命卫队这个紧密的关系，包含他自己也曾经参与战争、指导战争所以美国现在碰到的状况是川普公开曾经讲过，他最不希望看到的状况就是伊朗的政权没有崩解，他们找到了接班人，而且这个接班人是最强硬的接班人。川普的噩梦从现在就要开始了。好，最强硬的接班人就是刚刚提到的这个穆杰塔巴，哈米尼的次子，再加上刚刚委员特别提到，结合这个革命卫队，再加上穆杰塔巴过去有实战等等的经验，接下来打的这场消耗战被叫做是去中心化，就是我们刚刚特别提到分31个区域，然后有自己的各自领导人，马赛克的防御方式，美以打得起这种消耗战嘛？那舰长又怎么看？
首先我特别要讲一下，其实这个伊朗的有一些政策，像他现在打来打去啊，好像制造天下大乱，这是一个完全的错误。我想做人，就是我们私底下这种为人，跟这个国家战争是一样的。就好比说，如果我这个为人，第一个，我不要轻易树敌，你不要轻易说这个人是你的敌人哦。这个有一句话叫做“建立10个朋友，不如少树立1个敌人”，不要轻易树敌，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一旦决定一个敌人，你要把他给消灭掉的时候，你记住哦，你一定要浓缩，就是他。你不要张三也骂，李四也骂，王五也骂，全都变成你的敌人，那你不是找倒霉吗？伊朗这次也是一样的。伊朗这次的敌人其实是谁？是以色列。美国是以色列的蛊惑下来参加的这个战斗的。那你打就打以色列，结果你说那所有的美军基地我都要打，你知道你在树立敌人，因为在那么多美军基地，你就打准一点嘛，你就打不准，打过去砰就打到旁边一个学校或者打到一个民间。这些国家都在想，你凭什么打我？但是我这样在说，在起码还打的都是中东。我们在这里看的就是看戏嘛，都是中东在那打。哦，今天又死了多少人？多少人？如果你去封锁荷姆斯海峡，你想用经济来逼他们，美国、以色列逼不动的。那结果台湾很火大。你知不知道我们这么多都仰赖这个进口石油的，我们能源影响多大？日本火大了。结果你做了一些就是对你的敌人伤害不大，美国、以色列伤害不大，但是你把全世界都伤害了，然后全世界这时候都会认为说，你这人实在是太可恶了，我们一定要一起来想办法把你团灭掉。这是一个在自己找苦吃，你知道？所以他的正确的做法应该就是集中目标，因为就是以色列，就是打以色列。如果你只打以色列，旁边所有的这些过去跟以色列有仇的伊斯兰国家武装组织，他们通通会觉得说，我们要支持伊朗，因为伊朗这次你看被人家打成这个样，我们是不是要帮忙他？结果你把全天下都惹了一遍了，你不是自己找倒霉吗？这是一个，因为人人其实都在思考自己的利益，你知道吧？像我们在远东这些地方国家的人，对我们也觉得有些东西不能做，有些东西可以做，但基本上我们还是有一个想法，就是那是他们的事。但是如果你这个利益，像好比说害我们今天股市跌这么多。今天很多股市人可能就很火大伊朗，就是因为你封锁荷姆斯海峡，所以这个东西大家觉得心崩了，他会对他产生一个抱怨。原来支持同情伊朗的，反而现在变成说这实在是太可恶了。这个东西是伊朗这些一定要做的，就是我也奉劝所有的人就是一样。第一个，不要轻易树敌。当你决心要跟一个人拼的时候，记好，就是那个人。你不要扩散，这是一件非常重要，浓缩你的打击面。好，那干哥又怎么看呢？我们也持续的来关心伊朗的最新的打法。其实你说，这次美国击毙了40多个，现在正确的数字其实可能会比我们想象中还要更高。因为我们知道美国的 F-22战机护卫着那个 F-35啊，携带的是 AGM-158，那是长程遥攻武器，听说发射了20多枚，还没有加上精准弹药，所以说究竟死了多少人？我觉得今天会把穆吉塔巴给提升上来哈，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为什么？因为你最高伊斯兰的革命委员会是不会让这个儿子继承的，那现在让儿子继承呢，代表什么？代表没人。没人呢？为什么没人呢？总统还在啊，总统裴德斯基安还在啊。裴德斯基安是一个虚位 ，OK， 但是还有另外一个人被川普，其实。川普他一直没有点出这个人，他就是拉里贾尼。拉里贾尼就是革命委员会的秘书，他现在还在世，也就是这个人相对比较温和，有没有可能是拉拔他上来？但是我觉得他们这个伊斯兰最高委员会，他们先说，就说我们还是让他的小儿子，哈米尼的小儿子先来坐这个位置。可是我要跟你讲啊，神学士的他们就是他们这些传教士，高阶传教士，他们的标准很高，也就是说，你这个儿子上来接任以后，你不能够维持我们伊朗这个国家的尊严的话，你没有决心要打，你没有方法打的话，你随时会被拉下来。因为为什么？你绝对不是一个谈判的对象，就是说，对美国来讲的话，你是哈米尼的儿子，绝对不会跟你谈的。所以说。
他就没有什么伸缩的余地，他不是要战就是一定要和，要和不可能就一定战。可是他在他们的那个什叶派里面的神学领域里面，他没有权威，因为他太嫩了，他没有权威。那他只有我今天接掌国家机器之后，我就要开始展现我们伊朗的铁腕。但是现在还有一个叫马赛克防御系统，就是说从去年的6月的12日战争之后。他们会发现说，万一我哈米尼被打死了，你们会不会变成一盘散沙？好，我现在把权力下放给31个省，每个省的省长，你们都是高尚的神职人员，才能够当到省长，可以跟中央通报以后，马上就决定你们可以做什么。也就是说，在地方上的组织，以及你们能够提供中央什么样子的军事资源，你们马上就可以做。不要因为今天如果说我被斩首了，而变成了一盘散沙。这就是马赛克去中心防御思想，去中心就是说没有中心了，没有头了，我就可以整个国家不会陷入一盘混乱。所以这个就是革命卫队他们自己提出来 ，IRGC 其实老实讲，在很多地方情报战这部分里面其实是蛮聪明的，就革命卫队，所以他们想出了这个方法。现在目前看起来就是 IRGC 在发挥马赛克防御观念的时候。不然伊朗怎么能射那么多飞弹出来？是谁来统合那个能力的？那就是这个防御系统做出来的决定。所以伊朗的反抗可以从去年的改组之后变得现在非常的有效率。那我相信，那个穆杰塔巴他上任之后，会不会让伊朗的防御能力更加进一步提升？这就是这几天我们要特别观察的重点了。好，谢谢干哥。对，其实从我们这次看到的这个去中心化的这个指挥体系哦，是不难看得出来，伊朗早就已经准备好一套剧本。伊朗绝对不是像大家外界所看到的，说我仓促应战，然后我被打了个措手不及。现在显然看起来，他已经花了几年的时间，从去年的12日战争之后，他就已经开始不断的在反复做沙盘推演了，说未来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这个情况我要怎么样去解决，所以才会有所谓的去中心化的指挥体系的模式。这个非常聪明每一个指挥官有4个继任人选，然后呢，一旦发生战争，这个上层的指挥中心被团灭掉之后，各地的这个指挥官就开始自己按照剧本来发动战争了。所以照这样的一个模式来看的话，我们可以大胆的假设，其实伊朗是有一套剧本的。包含现在的去中心化指挥体系都按照剧本在做，所以就回过头来就像刚才舰长讲的，外界一直在想说你好好的去打，你就打以色列跟美国就好了，你没事去拖这么多人下来干什么呢？那么我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了，我来推测就以色列这一次他知道的是一个灭国之战，他就拖全世界下水了。反正我以色列都要被我伊朗是一个灭国之战，我伊朗都要被你摧毁掉了，我要被你灭掉了。我这个时候就拉大家一起来陪葬啊，全世界一起来陪。那当然，你说波湾国家都跳起来了，然后欧洲国家也跳起来，那怎样？波湾跟欧洲国家能有多少军力？欧洲国家有军力早就去乌克兰战场了啦。波湾国家有军力就不要靠美国去支援了。你还不要讲波湾国家这些人都是阿拉伯人嘞，都是回教徒，看着伊朗被以色列这样修理，他们讲过几句话吗？都没有啊。所以你说对伊朗来讲，他现在的这套剧本几乎可以大胆的看得出来，他就是把全世界拉进这场大战火里头，大家一起承受那么呢，与其我去打以色列跟打美国，然后我把你跟以色列跟美国打败，伊朗几乎根本不可能做到的。我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就像刚才舰长讲，全世界都受苦。可是呢，尤其像我们台湾，干我们什么事呢？当不干我们的事的时候，我们就会出来讲说，别打了吧，因为真的不干我们的事大家不要再这样下去了，这样下去对我们来说有影响的。当全世界都受到影响的时候，那这个压力就在美国跟以色列身上了。所以其实我认为就走到去中心化作战，舰长是专家应该知道，都走到这种各自指挥战争了，就已经代表说大家就是拼死、鱼死网破的时刻了。他根本就没有打算按照传统的这种逻辑来走了。好，谢谢委员的补充。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接下来我们要持续关心的是这一场美以之间的战争打下去，美国会不会出这个代理人战争的这个招数呢？我们要来看到最新的消息是卢比欧的最新喊话：伊朗内战
蒋介石上场，什么意思？我们赶快来做最新的解读，也就是《纽约时报》在这边特别最新的披露，他说呢，美国国务卿卢比欧在国会的时候向参众两议院简报时，他特别预告了，接下来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会采取几天内要让蒋介石出场。大家可能会想说这是什么意思？其实呢，这句话是源自于当时1950年代冷战时期美国右翼的一些口号，当时的做法就是要让撤到台湾的蒋介石自己去反攻大陆，就是拿自己的人去打中国，类似代理人战争吗？委员怎么看？接下来美国是不是意思就是说他不打算自己出兵，而是要扶植伊朗内部的反什叶派来点燃这一场内战？那美国跟以色列就不用如川普说的真的去打这一场地面战了，毕竟损伤可能会相当大。委员怎么看？走到这一步的时候啊，其实就代表，我记得上一次我也在节目上也是跟舰长吧，也是在讲伊朗，我们就曾经说过，说如果美国真的要在伊朗这一战得到他希望得到预期的效果，那么地面战几乎是没有办法避免的。那么美国原本打的如意算盘，就是从原先 CIA 去策动跟摩萨德策动他们在潜伏在伊朗的这些学运分子、年轻世代，然后开始发动学运、发动抗争，希望借着这样的方式来推翻政权。当然 CIA 过去玩这种把戏玩了太多次了，台湾的这个太阳花学运玩的也很漂亮香港的雨伞花运动也玩得很不错。所以 CIA 长期以来就认为说这是他们的王牌啊，他们只要用了就绝对可以把这个政权推翻掉，就没想到没成功所以接下来他们就准备走第二步了，想说呢，我呢干脆用轰炸的方式，我炸了之后我吓吓你吓吓你之后呢，让你赶快来谈我把你哈米尼除掉，把一些强硬派除掉，看看有没有人能够取代，然后开始来进行谈判。结果就如同我刚才讲到的，也没有，因为一口气炸掉太多人了，就留个几个人还有点可能，就一下子40几个人都没了那么你到底还剩下谁来跟你谈判呢？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美国就最后被迫要走到最后一步来了。所以你说当他决定要用代理人来发动战争的时候，就代表说他已经意识到用轰炸、用飞弹、用炸弹根本没有办法解决这场战争他就无穷无尽的打下去。而且就像刚才舰长讲的，他如果再扩大一点，他真的在这个波斯湾布雷了，那就真的是就这个整个就天下就乱了。对，所以呢，美国现在想办法收这个烂摊子的时候，他就必须要地面部队了。大家知道，伊朗是伊拉克的3.7倍大，伊朗有9000万人，将近1亿人呢。所以，如果今天你真的要把伊朗打趴掉，你必须要发动地面战。而美国现在面临到最大的问题就是，它能不能够承受得起地面战嘛？所以你看，美国又打算去玩打这种如意算盘就是看这种贪小便宜，说我干脆去找几个你们这个少数民族让你们这些人来这个发动战争就好了。我回过头来，刚才已经讲过了，以色列现在所面临到的已经是被迫全国全民同仇敌忾了。这都是你美国跟这个伊朗已经做到这个地步了，就是美国跟你以色列搞出来的，所以你逼着整个伊朗现在已经是同仇敌忾的地步了。你就算去找几个少数民族的这个部队出来，到底能够顶得上什么事？我也是高度的怀疑。所以你看到川普今天吧，他也说了，不排除美国也要发动这个部队是直接执行地面战了。所以这就是我们一直不断的在强调的是，这一次美国跟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灭国战争，最大的得利者是以色列，最倒霉的将会是美国跟伊朗当然，伊朗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美国也绝对讨不了任何好处的，因为它会变成美国国力的一个绞肉机了。接下来，美国的飞弹可能会用完，这个防空系统的飞弹也用光，然后接下来美国的大兵都还要在战场上了。美国现在所消耗的，就像刚才舰长讲的，一天要花多少油那些兵一天的补给是多少那这是一个国力消耗战就美国就莫名其妙的就陷入了这场绞肉机里头，然后从现在开始就要消耗它的国力了。那至于说卢比欧希望打的算盘，说去找个什么代理人就可以解决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太天真了啦。那么，但是从这样的一个操作模式就不难看得出来，美国已经认真的在考虑要派部队参战了。好，所以现在不排除如川普说的，接下来可能会派地面部队真的去打地面战嘛？那在这件事情真的发生之前，现在确实他把这个眼光还有脑筋都动到这些少数民族，也就是当地中东的少数民族。我们赶快来看一下这个CG 上面的地图，他找了哪一些少数民族？除了刚刚提到的这个流亡海外的巴勒维王朝后代之外，我们稍微看一下这张地图这当中有许多的少数民族，包括了在西北的库德族、南亚的塞拜然族，还有西南的这个叫做俾路支人等等。这个要去面对现在非常
战力非常强的这个伊斯兰革命卫队，到底这一些剩余的这些少数民族有没有办法去帮助美国一起打伊朗？这建长怎么看？我的看法是这个样子的哦。第一个，这个伊朗的这个体制是非常奇怪的。你知道，它有一个三军部队，有将近快50万人的三军部队，陆海空三军都有。然后又跑出一个伊斯兰的革命卫队，大概有15、16、7万人。这15、16、7万人也有陆海空军，你就知道它非常奇怪。那这个部队，这个三军是保卫伊朗国家。你知道这个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责任是什么？保护伊斯兰的执政的政权。其实大部分的在这个国家的人是非常讨厌这些人的。他们暴力镇压的手段到什么地步？2022年有一个女孩子出去，因为她的头罩的头发稍微露出了一点，没有完全符合她的规定，被道德警察抓去，3天之后送到医院的时候脑死。全伊朗这些女性站出来，他们举一个活动叫做“女性自由生命”，几天的时间，强力镇压，死伤超过500人，逮捕超过2万人，你就知道这个政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政权。那你说这个政权是因为某一个民族想要推翻它吗？我不认为。我认为，包括他这一次的这个完毕，你看看多少街上人在那庆祝，其实很多人民都希望推翻他。那这一次的叫做以色列跟这个美国的这个动手，我不认为川普会想动手。你去跟川普讲说后面会这样，他打死都不去。你隔人都没有，为什么要去？谁说服他了？以色列。以色列一定跟他讲，你只要开始动手，后面我来收拾。那他后面为什么他能够去收拾？起战容易啊，收尾非常非常的难。他一定有跟他们讲，这里面的某些人我们已经接上线了。谋杀死，最可能哪些人？你现在没有军队支持，你很难。有没有可能是他们的三军部队的中间的某一个军长、某一个司令，跟说只要你们先动手宰这些人，然后你再提供我弹药、金援，那我们来推动这个我们内部的叫做内乱到内战，我们把他的这个政权推翻掉，有没有可能？是有可能的。如果我们说这个纳塔雅胡从来没有跟川普说过我刚刚说的这些话，你想川普是白痴吗？把美国卷进这么大的一个烂摊子里面，不知道该如何收拾你还想说这个进行陆战，不太可能的。所以我觉得这是我的感觉，我觉得纳塔雅胡有所本，他才敢去发动这一次。那他们现在其实在推动的后面的这个，就是怎么样能够配合后面这些人，一定是从他内部，他的内部就像那个谁讲的，什么叫蒋介石出来，就是从你的内部找你们自己过去的抓权的那些人，那他们过去抓权，三军部队就是。好，所以内部的带领人是谁？这个是我们接下来会持续的来做关注，可以来持续的看。那其实现在呢，川普还有找谁？除了刚刚我们提到了这么多，还有舰长帮我们提了非常多，是这些在内部的少数民族之外，现在还多了一个是库德族。好，这是来自于美国媒体自己做的爆料，说呢，川普在3月1号这一天和伊拉克的库德族2大派系的领袖通上电话了，说服他们来加入这一场战局当中。库德族目前也带观众朋友稍微了解，他们是在伊朗跟伊拉克的边境，而且掌握了数千兵力，等于是控制住了战略的要地。但是呢，现在川普眼前还要面对一个问题，就是他曾经背叛过库德族，所以这一次库德族会不会答应，这也是一个问题。当时的事情是发生在2019年的时候，在叙利亚伊斯兰国哈里发被灭了之后，川普就宣布从叙利亚撤兵，让土耳其自己大军压境，结果重创了库德族的武装。这一次他请库德族帮忙，他们还会理川普吗？干哥怎么看？这个故事很复杂哈，我尽量用简短的方式来讲啊，就是说你要知道库德族他就是一个，我说句实在话，他就是一个无国界民族啦，他就介于伊朗跟土耳其之间，然后又跟叙利亚接壤。他们以前通常他们是一股游牧民族，但他被三方的势力都打压，尤其是谁最讨厌他，叫做土耳其。可是对不起，土耳其是我们北约的盟邦，对，是负责最东边的防务的。那他们欺负那个库德族人，美国不知道吗？美国知道，可是美国因为土耳其又不敢多讲话。那这次觉得要动用到库德族人了，那为什么吗？因为当年打
ISIS 伊斯兰国最有经验就是库德族人，没有库德族人啊，我跟你讲 ，ISIS 还没办法消灭得了。而且你知道吗？他有一支军队叫做叙利亚民主军 SDF 啊，那就是库德族的精锐。他们说他们从来都是跟美军并肩作战。2019年 ISIS 那个哈里法倒台以后，美国那个时候的总统就是川普。川普那时候一夜之间就把人给撤回来了，就像从阿富汗撤回来也是一样。对，2个月前告诉你，2个月后什么都撤了，撤得干干净净啊，一毛不剩。那个时候他们也讲，我们阿富汗那么可怜，你2个月就要跑掉，你军队也不留下来，没有留一个兵下来，那个塔利班马上就夺回政权。现在这个也一样啊，你知道吗？他们川普2019年的时候完全没有预告，他就把1000名美国军队给撤回来。撤回来之后，你知道那个时候库德族人负责看管本来是由美军抓来的伊斯兰国 IS 的那个囚犯多少人？你知道？890个人，一夜之间全部跑光。全部跑光之后，土耳其军队就进来了。为什么？没有美国人罩你们哈，杀库德族人跑啊，逃命啊！好了，我们现在讲完大概历史故事了。大家听完了，现在大家要面对的是什么？面对川普说，现在我派不出美军地面部队了，可不可以利用一下库德族人啊？就像我们刚刚前面讲的，请蒋介石出动了。对，就是库德族人就是伊朗的，就蒋介石就是他们自己人呐、因为他住在这块土地上，虽然他不认同神学式的统治，可是他就是伊朗在地人，很会打仗。可是今天如果说要派那个库德族人的地面部队进入伊朗做一些颠覆的活动的话，我坦白，第一个要先经过土耳其，土耳其你答不答应？答应了我们才能够这样。还有我们要武装库德族的这些民兵战士，土耳其你也要答应。所以说我跟你讲，这个缓不济急，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就是说他是有现成的人可以用，他也有作战经验，但是他能不能够达到他一定的效果？第一个，他没有重装备。他没有重装备，他就没有办法推进啊！他要直接面对伊朗的革命卫队，所以库德族人到底有没有用？我觉得这好，现在讲完了。最重要的是，这个馊主意是谁提出来的？大家知道吗？尼坦雅胡，是尼坦雅胡。反正什么事情都是尼坦雅胡想出来的，对不对？这个馊主意，这个计划也是尼坦雅胡想出来的。那最后到底会不会库德族人能够帮上美军或以色列人一个忙呢？我觉得很难啊，因为你要有相对应的，你对于这个库德族人有什么政治承诺？从你6年前突然跑掉，我们就知道你这个兄弟是不可相信的。我们好怕你有川普。没错，而且你看刚才干哥讲的，库德族被美国出卖过，还别讲库德族，看看阿富汗是怎么被美国出卖的。所以今天你说在中东的这个地区，美国要找到代理人，要为他们抛头颅、洒热血。真的还会有人相信美国吗？我觉得这才是一个很大的问号，连美国自己的盟友都不相信美国了。你说他现在要去找代理人，代理人有这么好找吗？你以为在台湾黑道找小弟吗？叫2声就来了吗？好，谢谢委员。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川普在突袭了伊朗之后，现在是不是自食恶果呢？我们要来看到，现在西方的盟友孤立了美国之外，在油价的部分，因为伊朗封锁了荷姆兹海峡，所以现在价格已经破100了。美股的部分则是大跳水，习川会现在川普最在意即将要登场的3月份习川会是否也会被因此取消呢？今天会一起来做关心。好，本来川普觉得说这一场战争应该就是以一种闪电的方式可以立刻的结束，但是没有想到是立刻翻盘了。我们刚刚也谈了非常多有关于战情的部分。那么川普呢，他也希望说西方的盟友们是不是在这个时候能来帮助美国？没有想到我们看到西班牙跟英国是立刻表态了，不会来帮助美国。好，我们来看到是西班牙的首相，包括了桑切斯，他说拒绝美国使用西班牙的军事基地。英国呢，美国最坚定的盟友，英国也说这次军事行动我们选择不会参与，包括你也不可以使
用在这边的英国，在这边的美军基地。川普就怒批施凯尔，你不是丘吉尔，讲这些话也都没有用。另外，川普也说了，除了英国之外，西班牙我会跟你切断所有的经贸往来。川普对这些西方的盟友感到非常的愤怒。那另外一方面，表态的现在中国大陆出来说话了，他要川普，还有要美国跟以色列立刻停战。这个北京强烈的表态说，美以的行动这个是错误的。原本规划的川习会，现在北京有没有可能取消或者是延后？这对于华府来说，恐怕是非常担心的事情了。所以接下来我们要特别请教委员又怎么看了？现在川普眼前的问题，除了西方的盟友不帮忙之外，还有他最在意的川习会是否生变了，如何影响到国际局势？川普是不是误判了这最后可能会造成的结果？委员怎么看？是美国的盟友这一次都选择跟美国保持距离的原因，是因为美国发动这场战争，并不具备正当性哦。那你先不要讲说川普已经不承认的国际法了，但是大家第一个反应就是你有没有通过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你在没有联合国安理会的这个同意之下，你就贸然的发动战争，你完全是视国际法于无物了哦。那么更不要讲说明明眼看着他们谈判应该要有一些成果了，就是在美国跟以色列发动战争之前，这个他们才刚刚讲好说，马上数天后就要展开第3轮的谈判，而且谈判的气氛看起来都还不错，就忽然之间，以色列跟美国就发动了战争，就大白天就开始突袭，这个发动空袭了。所以这当然完全不具有正当性啊！他就觉得说这是另外一个珍珠港事件翻版，明明不是在谈判吗？就接下来马上都约好时间了要去谈了。那你把库纳许，你把美国这些谈判代表就当作是玩偶就对了，就摆在那里骗一骗人家，然后你背后一手拥抱一手插刀。那这样的做法对美国的盟友来说，他们当然就不可能陷入这场这个有道德争议的战争里头了哦。那么很显然的，就像刚才大家在讨论的，我认为美国这一次很严重的被以色列误导了。那说误导可能好听一点啊，说被以色列操控可能比较实际一点哦。就是这你不得不佩服这个以色列的影响力，就是美国也好，或者是像川普也好，几乎就是把以色列奉为大哥了。就是这个以色列讲的话，以色列要做的事，川普完全使命必达的。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川普把美国陷入了这样的一个境地里。我们刚才不断的在讨论说，为什么现在全球要变成一个这个全球大乱，甚至搞不好还会爆发更大的这个区域战争？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对伊朗来讲，你要灭掉我了，我已经是生死存亡了，我绝对不介意拖全世界下水。这是一个常态的心理啊！就如果我们今天任何一个人面临到这种状况的时候，你一定想说，那大家一起陪葬就好了。那更重要的一点是，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所造成全球的冲击只是刚开始哦。如果这场战争持续下去哦，就像刚才我不断强调说，舰长说过，如果你在波斯湾布了水雷了，那你整个荷姆兹海峡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油这个液态天然气通通都不要出来了，你全球马上就受到冲击了。大家说啊，冲击没什么关系，重点不是这个，重点是全球的股市开始崩盘。那大家接着说，那美国的股市看起来挺住啦，也没挺住，因为全世界的金融体系是联动的。当这个一个地区开始进行全面崩盘的时候，它就马上会像这个骨牌效应一样开始全面倒了。你只是看美国的股市是骨牌的第几张骨牌而已。那么造成了这么大的一个这个全球的冲击，其实伊朗的战略很清楚嘛，就是唯有如此，我让你们都痛，不是只有我伊朗痛，那么大家就会想办法来解决这场战争。我觉得像习川会哦，有没有可能再继续如期举行，这都是一个很大的问号哦。因为在此时此刻，川普所发动的这场不具正当性的战争里头，如果习近平在这个时刻贸然跟川普见面了，习近平很难去对外解释说，伊朗虽然不是像这个俄罗斯这么亲近，但是好歹也是他宣称的战略伙伴关系哦。那么但是我认为在这一场的这个不具正当性的战争发动之后，反而让北京取得了另外一个更好的这个战略的制高点，就是这场战争，如果今天美国真的想要把它这个画下一个休止符哦，你不要说谁赢谁输了，这场战争大概谁都不会赢，谁也不会输，就打那个天长地久了。美国如果要退出这个战场，他必须要找一个人来斡旋了。这个时刻，你说波斯湾的国家谁愿意斡旋？他们已经跟这个伊朗都已经扯破脸了。这个时刻最有资格、最有能力斡旋的就是北京政府。所以呢，我认为，对于习川会有没有可能继续推动下去，除非川普释出更大的善意，他给出更好的利多，
那么习近平也许愿意勉为其难。那么，但是不管怎么样哦，就是在这场战争里头，其实北京政府已经站到了一个非常有利的地位。也就是说，未来如果要解决这场战争，唯一能够出来讲话话事的人就是北京政府了。好，所以接下来的3月份，这个川习会会不会真的成真发生，这个还要持续观察。那北京现在绝对是最重要的调停人。川普现在要担心的事情，除了说接下来的习川会会不会如期举行之外，他还要更担心的是，现在整体的资本市场已经开始出现了非常多的反应了，恐怕都对于他来说是具有非常大的压力的。我们先要来看到的是，包括因为刚刚提到了嘛，伊朗它封锁了荷姆兹海峡，在这边布了大概6000多枚的水雷在这边，所以现在可以看到呢，这个油价的部分已经不断的在飙涨，150艘的油轮现在卡在荷姆兹海峡的海上，油价单日狂飙双位数，布兰特原油的短线冲到80到90美元，现在预估封锁持续的话，油价会破100元大关，天然气价格同样是冲破飙涨了130%。川普一直喊嘛，赶快降息，现在看起来通膨的压力会持续的扩大，那就更不可能逼着联准会主席去做降息了。那所以川普就喊啊，那没关系，你荷姆兹海峡封锁，我会出动所谓的海军来去护航之外，针对资本市场，我也会做这个金融保险的救援，到底有没有效啊？舰长又怎么看？川普经常讲话，就是他一念之间就是随性而至就说了一个东西，他根本没有去问问底下如何去做这个事情。荷姆斯海峡的地形如果你看了这里的地图，你就知道你海军怎么去护航。大家请看这里如果这个可以拉近一点的话，你看这里，荷姆斯海峡在这里，你知道我从这个波斯湾这里走出来，弯到这里这样过去，这里距离非常近。当我一个船走到这中间的时候，我问你，所有这里都是伊朗每一个方向都有可能打一个飞弹过来，对，甚至一个飞弹快，它有数百艘的飞弹快艇，飞弹快艇也可以打过来，你如何防？这个东西不是说这里东西弯着，而是它的叫做它的反应时间根本不够啊。这个30几公里，我走在中间，大概就是距离陆地大概是10几公里，那个飞弹一下就到了，那我怎么防？我去保卫别人，我一个军舰走在里面，我只有一个想法，我如何自保，我如何活着出来。那如果一艘军舰在这里，那军舰都上百亿的，一个叫做油轮也不过才几十亿而已啊。那你认为，如果我今天要去打这个护航的油轮，跟那个护航的军舰的时候，这油轮的时候，你要打谁？我先选择军舰，那是高价的，我怎么会打油轮？这是一个。那土耳其，对不起，伊朗有高音速空传飞弹，它的飞弹的性能我查了一下，比我们的雄三还要好，就是更快一点。打得更远一点，他用这个打，我现在跟你讲，他在这里面这么短的时间，几乎很难防，你知道？理论上可以，实际上都非常难。所以他会不会用这个去打他呢？我告诉你，别以为他会打，所有的角色都要去想。如果我今天他不说他在外面有一个航母，对不对？我派了5个这个飞弹快艇去打5枚我刚刚说的那个超音速飞弹，然后把他航母打沉或打很重，然后呢？然后这个国家就基本上就完蛋了，美国就要你的命了，所以他会去做一个考量。任何作战不是说你这样完毕就结束的，没有结束啊，还有后续。然后刚刚委员说几次就这一次所有的封锁都是靠飞弹封锁。如果他说停，立刻停。有一个指标，大家去看只要看到这个指标出来就知道完蛋了。他如果在这里布300颗水雷，就完了。为什么？整个就堵住了。2012年曾经在这里做了一个30个国家的排雷的演习，放了29颗雷，进行了12天，找到的雷不到1半，非常非常的困难。那还29颗，你只要摆300颗雷，就真的符合委员说的，他要跟世界同归于尽。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很重大的一个指标。好，一方面是荷姆兹海峡对于全球的影响非常的重大，而且包括整体的油价都会受到影响。另一方面，美国的股市，川普上任1年多来一直在吹的就是股市涨非常多嘛，这是他的重要 KPI。那现在我们可以看到道琼盘中暴跌了1200点，全球股市一起全面下挫。干哥怎么看这个后续的灾难性影响？对啊，你川普好不容易弄出一个政绩来了，结果一打2天完蛋了，道琼下跌1200点。我告诉你，那个1200点对美股而言是很大的灾难，对不对？然后呢，后来川普马上及时跳出来说，不要怕，原油
我会派军舰去保护的。然后这个傻乎乎的美国人就相信了，就反弹了，后来只跌了400点而已。我可以跟你讲，再过2天一定又会再跌到那个数字。因为它不仅仅是道琼，它连纳斯达克摩根斯丹利，它都那个摩根指数都跌，只是深浅程度不同。我们就来这样讲，我先讲一个重点，就是说，不要说6000颗水雷啦。刚才舰长讲的是29枚找不到1万，我告诉你，只找到14枚而已，那个是5年前的排雷训练。我相信现在6000颗水雷没有真的丢到海里去。如果真的伊朗布下6000颗水雷，国际油价不是现在北海布伦特不是昨天83块吗？一定到120块。我跟你讲。